时这个巧艺馆当时成立的时候呢，是以推广这种所谓国内的顶级工艺为成立的目标。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北部呢，其实要推广这种传统工艺，没有说非常多适合的场馆。那因为在宜兰传艺这个地方呢，它每年的游客量非常的多，那许多也都是从北部、从台北这边过来的。那所以我认为在传艺中心，其实在北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因为全联集团的这个对传统工艺的支持呢，成立了这个巧艺馆，那也配套的让许多工艺家来园区内进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有到一个地方就可以接触到许多种不同的工艺，去做观摩，去做学习，那可以去欣赏这边很多不同美的作品。当初其实是一开始我是接到那个赵轩老师的电话，跟我讲说介绍 Vidar 这间公司有在做还原画，有这样子的技术这样子。那时候在 Vidar 墙上看到的，因为它会有一些实体跟还原画的一些对比的作品摆放在一起，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哇，它的拟真度是还原度是相当的高，而且它的肌理方面呢，也就是跟原作几乎是一模一样啦。现场的技术人员是跟我说，这个贝壳部分可能要去做还原有困难，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说，哇，那糟糕了，因为我们几乎很多的作品都会使用贝壳或是贴金箔这样子的技法下去做，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穿插的部分。我们实际上在现场看到的作品呢，它的贝壳其实如果不是我们实际有在从事工艺创作的人的话，去看的话会以为是真的贝壳。其实对许多作品的还原度，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都应该有95% 以上的相似度。那因为透过这次跟 Vidar 的合作，可以这样子很如实的去呈现我们的作品，我们是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谢谢他们的努力，这样子。其实 Vidar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他们成功的就是做出了这些还原画的作品以后，也帮忙安排了非常多的展览。漆画其实因为它制作时间相当的长，所以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作品数量不是非常的多。那因为透过还原画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自己觉得喜欢满意的作品，可以同时在比较多的地方做展出。我觉得这是之前就是还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之前没有办法达到的。透过现场有讲座，因为我会介绍一些基本的天然气的一些制作，还有它的一些材质的一些特性的介绍。我觉得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推广呢，会比以往我们在传统只有原件去做推广，尤其在海外或是国内巡回的部分，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家早期其实做漆工艺的商品为主，那时候其实台湾对所谓漆器用品这样的东西有接触到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其实近几年来，因为生活形态改变的关系，所以其实漆器用品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已经相对减少很多，也比较少有机会看到。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透过跟 Vidar 这样子的合作，其实是它能够透过像还原画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比较大的曝光，比较多的曝光。我觉得让一般的民众比较有机会先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作品，它是更好的一个去推广漆画工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那这也是我们当初会觉得说，可以跟试试看来做合作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因为有还原画的这样子的技术呢，观赏的民众呢，他就可以用手去摸，去了解到什么叫做高石绘的肌理的变化。那以这件作品呢，是我爸爸的石绘的作品的做法。那我们可以看到石头这个部分呢，它其实用的方式叫做浸绘的做法。那它其实是用漆土下去画的。那我们可以用手去摸它呢，可以感受说，它用浸绘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呈现出石头这种比较粗糙的这种肌理，它不只有光影的变化，而且是有肌理上的变化的。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技术呢，可以让民众呢更加的去能够了解它一些细节的部分，不只有用眼睛去看，也可以用你的手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跟一般来说我们去看展览，就是这种艺术品只能远观不能去触摸，这样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